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做个直播，看了一个视频哈，然后他介绍了一本书，然后呢，这本书里面有些内容呢，我觉得还有值得聊一聊的一个价值哈。今天讲的这本书呢，就叫做《愤怒经济学》哈，然后呢是这个叫做马克布莱斯哈。那整篇文章呢，就算是把欧美最近的这个问题呢，从历史的原因上面用经济学给它总结了一下。它为什么叫愤怒经济学？他就说呢，这个资本主义啊，它是一个本身就有 bug，然后有问题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修正，然后不断的去修正，去越修越好，然后呢，不断的把以前的 bug 给修掉哈，然后呢，让人民更满意啊。所以呢，每一次当人民的这个心理出现波动，然后出现了愤怒的时候呢，那就是你现在面临改革的时候啊。所以呢，他就叫愤怒经济学，也就是说，他认为呢，人民的愤怒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以前哈，现在人民的愤怒呢，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价值哈。然后呢，他就说那个有几次这个出现特别大的愤怒的时候呢，就导致了这个巨大的经济危机哈。然后在这个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呢，这个经济学就形成了自己的这个蜕变，然后呢，就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个新的政策和主张过来，然后各领风骚数十年哈。所以呢，就是他第一次的叫做资本主义呢，第一个就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1.0，是以亚当·斯密，还有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忘了那个就是什么理呀、就是那个专门讲那个自由经济的那么一个经济学家吧，反正就是这最初的这批经济学家，他们所讲的这个资本主义呢，他们那个时间呢，应该是从1870年，然后大概是到这个所谓的1930年为止。1930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出现了这个叫做美国的一个经济危机，然后波及到全球，然后是等于它的第一波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学的资本主义1.0，然后从诞生，然后到最后破灭，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时间段哈。然后资本主义1.0哈，他们最主要的主张是什么呢？那就叫做自由主义，开放边境啊，然后开放边境呢，做自由贸易，然后什么比较优势，然后呢，政府不要去管，就亚当·斯密说的叫做看不见的手，你政府你不能管，你越管的话呢，经济就会死得越惨。然后呢，你就应该让他们自由竞争，市场呢会帮你选择出最好的经济，然后呢，把那些不适应市场竞争的、效率比较低的，然后不好的东西呢，他就会把它淘汰掉啊，因为他完全讲这个叫做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胜者愈富，然后呢，穷者愈穷了。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次的经济危机哈，就是这个财富呢不断的集中啊，然后呢，人民没有钱消费哈，就是资本家呢就可以尽力的去剥削这个所谓的普通民众啊，然后呢，就是给他越低的工资。你工资低了是吧？你买不起东西，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分期付款，然后呢，就是建立信用体系，你就通过借钱的方式呢，满足你的这个生活需求。但是呢，因为分期付款这个东西诞生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就实体和债务的不对等啊，就是有太多的人分期付款，然后有太多的人以超前消费啊，然后呢，其实没有生产那么多东西呢，但是超前消费了，所以呢，最后呢就产生了这个1929年的一个经济大危机哈，所以呢。那个时代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那个时候为止哈，就政府如果说你再不作为的话呢，那就整个经济会死掉啊。就说你不要觉得就是政府是一个就是可以旁观的，然后对这个事情呢是可以无动于衷的，它就证明的是不行啊。所以呢，资本主义1.0最大的 bug 呢就是什么呢？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事故的时候呢，政府不闻不问，然后呢就让这个经济完全自由的死掉哈，然后呢。最后呢，就产生了什么颗粒之繁荣啊，然后又产生了什么胡福村呐、然后就那段时间就已经证明了完全的自由经济呢是不行的。那么你既然不能做完全的自由经济，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个经济学理论呢就有了一个回调哈。那么就说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凯恩斯的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他就诞生了，然后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叫做凯恩斯主义哈。那么凯恩斯主义呢，就是说政府要兜底这个人民的这个失业率啊，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呢，如果有很高的失业率，那么就是你的国家呢就等于有很多的愤怒嘛，所以这就叫愤怒经济学嘛。你不要看着这些人不赚钱哈，然后这些是失败者，然后他们是这个优胜劣汰，然后呢是这个适者生存，然后是不适合生存的这批人，
然后你放着他不管，然后呢你就让他饿死。就是你不断的压低这个工人的工资，然后不断的用这个叫做优胜劣汰、自由竞争的这东西对工人洗脑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工人是个牛，然后呢他从来没有对这个自己的价值进行一个要求的话呢，这个社会呢是可以这么运行下去。但是他是个人，他是个人之后呢，他就会觉得就是我的价值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呢，就是说当他觉得有这种愤怒存在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个就是不愿意合作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就以这个理由啊，就否定了所谓的自由经济哈，就自由经济最后呢毁在哪里呢？就是毁在人心上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价值不断的贬值这么一个事实哈，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前期的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我不停的就是加高效率。然后呢，我不停的去开除员工，我一旦就是说经济不好，我就裁员，然后以这种方式呢，搞这个经济这个竞争，然后让这个国家往前走。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被你裁员的，然后呢，不停的被你降工资的这帮人啊，他就是会觉得不满，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怨气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经济危机呢，最后呢是怨气的集结，然后就诞生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凯恩斯就出来说，政府呢，你就不能够放任这个资本家呢，完全的就是让这个怨气不断的增加，然后呢，让社会戾气越来越多，到最后呢，会让你的政府自己没有办法交价，然后一个是经济会特别的差，然后呢，另一个是政权会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凯恩斯就说呢，你得要兜底这个所谓的这个失业率啊，然后呢，就是说你得让人有工作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那时候最著名的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嘛。搞罗斯福新政，然后呢去建大坝啊，建什么国家开发啊，搞基建呐、然后就是大量的雇佣这些失业人口啊，把那个失业率给它降下来，然后呢就是由国家呢去兜底，然后呢出钱，然后呢去维持这个所谓的基建，然后呢就去建设这些有长期利益的，然后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呢，通过凯恩斯主义呢。就尽力的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萧条给它去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加了凯恩斯主义这个补丁的这个资本主义呢，我们叫做资本主义2.0啊。这么资本主义2.0那个补丁是什么呢？第一个补丁就是失业率啊，就是补失业率的一个补丁。自从这个凯恩斯主义诞生之后啊，凯恩斯主义应该属于1945年，然后一直到1970到80年代吧，然后大概也有30几年的风光哈。那么凯恩斯主义它诞生之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得到大家的赞赏啊，就像你像中国现在一直都会讲罗斯福新政，这评价如何高，然后就中国现在经济学家大部分呢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比较多哈，我们讲建制派的经济学家都是讲凯恩斯主义的，然后呢这自由派的，然后呢就是没有在这个国家统计局工作的这些经济学家，他是讲那个哈耶克那一套的，但是大部分的建制派的呢还是讲凯恩斯主义哈，然后就说国家要照顾这个人民。然后当然呢，也是因为中国原本有这个社会主义的经验嘛，所以呢，他们大部分的时候知道哈，就是社会主义的诞生本来就是一个怨气的一个集结哈，要是没有这个怨气的话，本来就没有社会主义哈，所以呢，这个社会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呢，都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1.0出问题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呢，他们本身之间的这个血脉相通啊，就是同门师兄弟啊，所以呢，互相之间特别欣赏的可能性比较高哈。然后呢，凯恩斯主义呢。它得出了一个最后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当你政府兜底这个失业率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这个福利就会上升。就是说，所有的人呢，你只要你不用多努力，你不用优胜劣汰，你也不用学多少的知识，然后呢，你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你都能有收入哈。然后呢，如果说你不工作呢，政府也会给你福利哈。所以在那段时间呢。首先，我们讲1945年到1976年，也就是战后到1980年，这战后的美国的最高速发展的时期。然后呢，这个时候也是凯恩斯主义最完善的一段时期。然后呢，在这种政府管控，然后呢加大投入对员工的保护，消除员工的怨气，对这个失业率进行兜底的这么一个思想的这个保护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呢，首先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经济增长。然后呢，就是当时美国也承担了这个全世界基本上70%的工业生产。然后呢，那个时候每个美国人呢又特别的富裕啊，就一个老公出去干活，然后呢就能养活一家人，
可以娶个漂亮的老婆，然后生2到3个小孩，然后呢就是每次回家呢还能喝个啤酒，然后呢看看比赛啊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突飞猛进，然后呢社会呢有了什么电视机啊，有了这些洗衣机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创新呢，慢慢也在普及，大家都在开车，然后呢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哈，而且呢。不但每个人都在变得富裕哈，然后呢，这个民主的权利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这个福利的增长啊，在那个时代呢都是上升的啊。你要明白哈，就是民主的权利，就是让你的人民更拥有这个政治参与的权利，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一种福利啊。我为什么会说民主这个东西？我一直说民主比较好呢，因为民主就是发福利啊，你有这个福利总比没有好。对吧？就是有了这个福利，哎，你觉得开心的，然后呢，你就比以前更觉得自己对政治有参与度了，然后你觉得，哎，你是国家的主人了，然后你敢指着公务员去骂了，你敢指着路上的这个交警去骂他，指着鼻子骂啊，说你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你咋地咋地，你满足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呢，其实呢都是一种福利哈，包括你福利本身呢。所以呢，这个为什么福利会上升？为什么会产生民主制度？然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吹牛、吹嘘民主制度？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它就是一个福利，你怎么会不去吹嘘一个福利呢？啊，有哪一个国家会去吹嘘我们加税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税很多，福利少，然后有哪个国家是会这么吹嘘的呢？那大部分都是会吹嘘自己有这个福利啊。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呢，民主的发展也是最好的，那个美国呢也是最富裕的。然后呢，就是政府兜底这个所谓的这个失业率哈，让每个人呢都有饭吃。然后呢，就是美国的制造业也特别的兴旺。然后呢，基本上那个时候呢，就是产能过剩，那时候才能叫美国是世界工厂，就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生产了。那个时候，美国对这个整个制造业的这个垄断程度呢，是远超过现在的中国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呢，见到当年的美国呢，也是自称弟弟啊。在这个资本主义2.0最昌盛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好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好像凯恩斯主义呢就已经把1.0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然后人民也开心了，愤怒也减少了，然后所有东西都在增长哈，然后呢，每年都有适当的通货膨胀哈，然后呢，结果呢，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哈？就是当你产生了一个兜底的一个政策，你加了这个补丁之后呢，哎，你就会导致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通胀就是难以避免。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劳动力的这个成本呢？它就是会不断的上升的。你像你不断的加福利，工人就会要更多，然后呢，工人就会组织工会，然后每一年呢都跟这个资方去谈判，然后说我要加多少多少工资，然后我要怎么样赚钱，然后我这个你们现在赚的钱应该分给我多少多少。然后呢，工会的势力在加大，每年都在要求加薪，社会的通胀就没有办法抑制。我之前讲过这个经济学的观点，就是如果说你的失业率啊在5%以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不是高兴的事情，就说你现在进入了慢性的劳动力不足状态。当你进入慢性的劳动力不足状态之后呢，你的劳动力的价格它就要上升，因为你现在招不到人啊，你一旦招不到人之后吧，你要招人的话就得付出更多的成本，失业率在下降，有政府在兜底，然后你不停的要涨工资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逃避所谓的通胀。就像我以前讲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经济观点哈，就是你每个人都涨10%的工资，那你每个人的生活就能幸福10%吗？最多也就幸福个5%。为什么？有很多的部分啊，你涨薪10%的话，那你有可能通胀就5%。所以呢，就是说你一旦有了这个所谓的失业率补丁这个东西，然后呢，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1.0的这个补丁，你的福利不断的增加的同时呢，你的通胀也是在上升。大部分的这个资本呢，那资本就会觉得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有这个通胀呢，我跑不赢通胀，所以呢，我做什么事情呢都很难赚钱。所以呢，当你的资方不愿意拿出资本来投资，然后呢，你的劳方呢一直在涨工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呢？叫做滞胀啊，就是停滞的通胀状态哈。就你的社会生产不上升，但是通胀呢下不来，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呢就陷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2.0的 bug 问题。你为了解决1.0的 bug 的时候，你打的这个补丁呢，然后它自己又产生了 bug。那么这个时候呢，出来2个经济学家，那么这2个经济学家是谁呢？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哈耶克啊，通向奴役之路啊。然后呢，就是这2个经济学家呢，就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就是
资本主义模型，然后呢，就等于在资本主义2.0上面呢再去打了2个补丁，这就是我们讲的资本主义3.0。资本主义3.0呢，就是起始于1980年代，然后呢，主要昌盛呢是在1990年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啊，就是说。你除了要控制失业率之外啊，你除了这个补丁要打在这个失业率这上面要打个补丁之外呢，你还得打一个什么补丁呢？第一个呢，你得维持价格的稳定；第二个呢，你得维持这个低通胀。这个低通胀呢，就是说在2%左右的通胀啊，就是在哈耶克和所谓弗里德曼的他们的经济模型当中呢，就是通胀要维持在2%上下啊，就是你不能太低，太低叫通缩，你要太高的话呢，你就是滞胀啊，你就会像以前一样啊。然后呢，维持稳定的价格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这个劳工呢生活不会下降，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哈。然后呢，你要把这2个维持住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这个维持失业率的时候呢，这就等于我们是往这个资本主义1.0打了3个补丁，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个叫做失业率补丁，一个叫做通胀补丁，然后再加一个叫做价格补丁啊，然后这3个东西打出去，这是你政府要干的事情，然后你只有这样呢才会解决滞胀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就这个时代就改称叫什么呢？就是叫做新自由主义啊，你就像我刚刚分析那样，就是自由主义是什么都不管。然后新自由主义呢，是在你原本打了1个补丁的情况之下，又打了2个补丁，然后呢，这个叫做资本主义3.0。但你这已经跟自由主义差得远了，你比这个叫做所谓的那个凯恩斯那个叫政府主义，你还多打2个补丁，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叫做什么自由主义嘛？所以你说那个米莱，这个叫做什么阿根廷的那个经济学家，整天跟你讲什么，哎呀，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咋地咋地，他那个不是新自由主义啊，他只是越来越被控制的经济，再也不用去涨那个工资，然后呢，打击这个叫做工会的力量。然后呢，就是说你们已经是落后产业了，你们这个产能不行的，然后呢，你们的竞争力不如国外了，就把所谓的那个优胜劣汰的东西又挖出来，然后用这种地方呢又继续 PUA 自己的员工了。然后呢，那个时代呢还要专门讲一个什么呢？就是叫做金融资本的自由化。那个时候，1990年代开始到2000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好，外国的经济学家也好。他们基本上都在讲一个，就是世贸组织有多么的了不起，然后呢，就说这个世界开放有多么的重要啊，然后呢，金融资本能不能够世界上面自由流动呢？这个事情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讲当年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经济学的一个论断啊。然后呢，这个呢，其实也是哈耶克和那个弗里德曼他们所建立的那个经济体系。然后呢，这种模式之后呢，你会发现呢，首先呢，我既然是给你这个叫做完全就业了啊，我尽量打了个补丁，让你大部分的人不会失业。但是呢，我们也不想让你涨工资，所以呢，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资金涨幅啊，就是你的工资呢永远是这么多。然后呢，你不能够每一年在跟这个政府去讨论福利的增加。然后呢，工会的力量在削弱哈。然后呢，你比如说要开厂的话，第一步开厂是去那些没有工会的州。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全国都有了工会的话呢，你就去外国开厂。你就去这个叫做中国去开厂，你就在全世界找那种就是这个人权比较低的。然后呢，你说如果中国变成高人权了，中国变成民主了，然后中国发了更多的福利了，然后你认为美国的这个工业会回去美国吗？他也不会，他就是找另一个地方，找另一个地方更加低人权，以这种就是金融自由化外加这个所谓的对本国国民的这个叫做工资的冻涨。然后呢，再提供全球，再提供完全就业，然后这个东西呢，就已经成为了叫做我们讲这个资本主义3.0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有2个国家的这个情况是特别的明显。日本为例啊，然后以台湾为例哈，你会发现呢，在某一个时期以后哈，这个台湾的这个工资它就不再涨。它不能够继续涨工资。然后呢，在日本的话呢，也是哈，就是现在都是说那个你新毕业的学生，然后呢，你都基本上能找到工作，但是呢，大家的初始的大学生毕业的起薪都差不多，然后这都一样，然后那么多年都没有涨。所以呢，在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哈，就弗里德曼和这个叫做哈耶克的这个理论出来之后，就是加上了这个金融全球化，加上了这个固定的低通胀，然后加固定的稳定的价格，然后呢，再从国外里面寻租，然后再加上这个失业率的稳定，然后维持在以前的这个福利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美国呢，终于从滞胀的这个问题当中摆脱出来了。但是呢，从那个时代开始呢，就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有包括就是对整个欧洲还有日本的这个
一部分的这个批判就已经开始起来了，就是因为你人民没有涨工资啊，你没有持续改善的感觉嘛。就是我们讲那个人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就是说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持续改善，但是你的工资又不变，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躺平呗，对吧？你工资不涨嘛，然后呢就心里面就有怨气嘛。所以呢，实际上呢，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宣传民主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是有一个叫时差的，就是真正美国民主最了不起，然后呢生产又好，民主增长最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到1980年代为止就已经终止了，因为从那之后呢，就是有什么滞胀的问题，然后呢又开始出现了这个所得分配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呢问题就特别的多。然后呢，所以呢，你像当年在2000几年，然后在那个我那时候上网，然后混贴吧，然后呢就看各种这个自由派的这个经济学的时候呢，我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看到他们在讲1990年、1980年代的美国，就是以那个时代的美国和欧洲还有日本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然后再往后要去写美国好的东西嘛，就比较难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创造的资本主义3.0这个东西呢，貌似解决了所有的资本主义的问题，然后呢3个补丁打上去，然后好像这个资本主义呢又摇摇晃晃又站起来。但是呢，等它发展到2008年、2020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它这个社会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资本主义3.0，它最容易出现的哪3个问题呢？就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所得平等的这个不公平，你的工人的这个工资一直都没有涨，然后一直都是动涨，然后你的资本呢又可以在全球寻找这个最适合投资的地方，然后呢，这2项差距之后呢，你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导致资本的这个资本家然后呢，资本的这个重量呢，比劳动力的重量呢加大啊，也就是你再跟人家去讲什么，你努力劳动，然后你去学会了一个专门的技术，然后你有一门手艺，然后呢，你会修个车，然后呢，你去跟他们讲，通过这个努力你可以赚到钱，然后有个房子，然后生2个小孩，然后这个事情呢，美国人他不相信的，他们比较相信的是什么？我有个好 daddy。我一个好 daddy，然后他有一大笔的钱，然后他能够这个投资这个那个投资那个，在全世界找到这个价值归地，然后呢，我就去那边赚一笔钱。事实上，整个美国的发展就是这样所得的不平等程度呢越来越加重到那个2010几年的时候，不是说1%的美国人拥有30%还是40%的这个美国财富。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他的这个实际工资没有增长。然后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呢，生活呢都没有比以前得到改善也就是说，最多是比以前差了一点。你就像我们讲，比如说斯东季或者有些这个经济学家，他们经常会讲什么涓滴效应。什么叫涓滴效应呢？就富人赚了钱，然后呢，他去买一些奢侈品，他去买什么劳力士，去买那个保时捷的好车，然后呢，去买这种新的东西，然后呢，就给社会给贡献然后怎么地，那个对吧？那个钱赚了之后，哔哩吧啦就像那个什么水一样，一点点流下来，流下来就是 GDP 增加了，然后下面的人呢，应该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好然后咋地，都有这么一个理论但是呢，你今天按照愤怒经济学他讲的这个经济学理论来讲的话，涓滴效应就这个屁，就是涓滴效应是最是个屁的玩意儿，就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他就不相信这玩意儿。因为什么呢？就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他们讲的是什么？控制通膨，控制工资的上升，然后要动心，然后呢，就是说，然后控制这个价格，就是不让你饿死，但是呢，也不让你生活得到持续改善，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呢，既然你的资本主义3.0的主要目的是不让你通胀，又不让你上升价格，然后你怎么样做涓滴效应？就你买多少个劳力士能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工资从20万变成21万呢？你这个涓滴来涓滴去，就其实就是资本家之间2个碗嘛。这是资本家 A 这是马斯克，然后资本家 B 贝索斯，然后呢这个钱倒到马斯克这边，然后呢再倒回来，然后倒过来，然后倒过去，所以呢就在所有的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观察到所谓的涓滴效应。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金融的这个膨胀就你既然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人生感觉到有持续的改善，那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就是借钱。这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消费者金融到最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日本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经常把那个卡都给刷爆
然后日本是这样的，美国也是这样。你美国呢，你比如说有这个助学贷款，你像那个奥巴马，那奥巴马他读完这个大学之后呢，他是到48还是到45岁的时候才把这个助学贷款全部都给还清的。然后你就可以想象美国的这个消费者金融啊，就借钱的这个情况有多么的严重啊。然后呢，他就说这个自从这个进入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个资本主义3.0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就是美国的信用。就是这个信用借贷的这个额度呢，增加了2倍啊，就是说年轻人啊，这个因为没钱，他只能借贷啊，然后呢，通过借贷呢去完成他的梦想。你一旦有梦想的话呢，你就要去借钱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现状。所以呢，结果呢，就是你工资不再涨，债务一直在涨，就因为这个债务的增长，你给个人不停的放这种贷款啊，就已经重复了自由主义1.0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分期付款。太多了，然后呢，你总是眼吃冒粮，你总把以后的钱拿来现在花，然后呢，你现在生产根本就跟不上这么一个数据哈，然后呢，最后呢，一旦出现了一个小的事件，然后导致这个大家产生恐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金融危机哈。那么这个金融危机呢，就是2008年那个雷曼金融危机。雷曼金融危机最早爆雷的不就是从这个个人信贷里面开始爆雷的吗？所以呢，这3个问题呢，到第3个问题呢，就美国呢政府呢就到最后就去管银行，然后呢就说你们少去借这种就是没有信用的贷款。那么你不借贷的话呢，你又不涨工资，然后呢那你说那个人民的日子能过好吗？其实他也没有过好。所以呢，资本主义3.0它出现了这3个问题，就包括连中国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欧美的情况，但是中国呢也不例外，它也一直在资本主义3.0的里面啊。就你想中国的这个消费贷款。是不是也在增加？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哎呀，中国人怎么地啊？然后中国人没有这个消费金融的问题。我说你自己看看你家的账单，你自己看看你家的贷款，有谁是没有贷款买房子的？然后你看看你自己每付多少债，每年要付多少利息，你就自己算算。所以呢，出现了这3个问题之后呢，资本主义3.0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危机哈。就这个时候呢，年轻人的这个愤怒呢会更加的加大。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占领华尔街啊，然后去搞这些社会运动啊，包括这次巴勒斯坦这些东西呢。你表面上看他挺巴勒斯坦，但实际上呢，还是主要呢和这个叫做人民的愤怒有关系，戾气越来越重啊。就所有的这个大学生呢，你如果说这个大学生哈，你不是背着贷款在那里读书的话呢，你戾气会那么重吗？啊，我相信没有那么重。资本主义3.0的这个时代呢，就导致了我们讲这个人民的愤怒在增加，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解决。打了那么多补丁之后呢，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就是你从这个叫做所谓的自由主义转到这个政府管控主义，然后又转到新自由主义，然后呢，到最后呢还是不行。那么这本书呢，到这里为止呢，就是讲资本主义3.0的这个叫做一个经济学历史的话呢，也算是挺有新意的哈。然后呢，基本上能把这个现在的这个国际政治，还有包括国际经济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呢，都给你用一条线给它串起来，然后都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呢，它后面的那些地方就有点天马行空了，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你能够指出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一个什么样的病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指出就是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就是说，他给的3个药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你说这个所得差距比较大，然后呢，为了要解决这3个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打一个什么样的补丁呢？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呢，会要去给这个富裕者给他收税哈，然后呢，这个书里面是否定的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难度比较大啊。然后呢，他的提议是什么呢？他说建立一个国家主权基金啊，他就说模仿那个沙特阿拉伯，还有包括新加坡，还有包括挪威这些，他们就会呢，就是自己赚的这些外汇哈，多赚的外汇呢，他就搞一个国家主权基金，然后呢，就拿国家主权基金呢出去投资。投资之后赚的钱呢，之后呢，再给国家的人民发福利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讲，他就觉得呢，可以减少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愤怒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中国也在搞，但是中国呢那个时候主要是搞美债啊，它主要是赚了钱的都去买美债，但是呢，有些国家像什么挪威、瑞典呢，他赚了钱他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啊，然后呢，就是拿台积电股票赚的钱呢，然后去给他们国家发养老金。当然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后面解的这个解方啊，我大部分都觉得不太赞同啊，但是呢，先把它讲完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搞什么呢？就问那个互联网巨头哈，
收一个叫做情报利用费啊，就是说你这个公司哈，你能够赚钱，然后你能够得到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广告的收入啊，然后能够得到那么多的福利啊，然后怎么回事？是因为你用了普通人的资料。你既然拿着人头赚了钱，那么你就应该往这个人头里面提供你应该负的这个责任嘛。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财政会议啊，然后呢说这个财政会议呢不要受到这个所谓的政治的这个影响啊，不要受到议会的牵制哈，然后呢不要让陷入到这个两党的这个斗争当中啊，然后呢他就提出了这三个东西，这三个东西呢实际上呢都不切实际，我就说了这个都不切实际。你这个主权基金，你要是出去投资，你投资亏了，你该怎么办？那你就说国家就投资亏了，然后你就说不发养老金吗？你这个国家能行吗？你总是看到人家投资台积电赚钱了，然后你说他能发出养老金呢？你怎么不考虑他如果亏钱怎么办呢？然后呢，第二个你说这个要问这个商业巨头，然后呢要问他们要这个叫什么情报利用费。啊，你美国有这个机会，你美国内有这个互联网的，那你欧洲怎么办呢？欧洲小弟你都不管了，那这也不切实际嘛。然后第三个你就更不切实际了，说什么哎呀我还要独立于什么议会之后，那你独立议会之后，那你不是变中国了吗？你就人家就说了，那个不就违反了你什么民主这么自由神教的那么一个教义嘛？基本教义你都违反了，那你怎么整呢？所以呢，他这三条解放都没啥大用。你看他讲现实的话，讲的井井有条，但是你说他找到解放呢，基本上都比较扯淡。所以呢，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上内容哈。然后呢，刚刚我大部分呢只是讲这本书的内容哈，然后呢我自己给出一个结论哈，就是首先呢，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判断的错误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里面的一个愤怒经济学的一个起点是什么？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然后呢，为什么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和人民协力，然后呢自己能够拯救自己，然后不停的给自己打补丁，然后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民主，因为他这本书呢主要还是讲民主的好处，就是说人民的愤怒不就是民主的体现吗？但是呢，他自己这本书里面自己最后也写了，就是到最后呢，人民的愤怒啊，到最后呢，全部都被这个所谓的媒体的操控，然后呢，就完全的都是在怪外边的人，然后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想从内部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你比如说两党恶斗，一到两党恶斗的时候呢，大家就出来把这个中国拿出来骂一顿，然后呢。这个拜登说我要给中国加100%的关税啊，那个特朗普就上来说我加200%，人民是会愤怒嘛？但是呢，你怎么引导那个愤怒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他一个书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谬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这个人类简史或者说未来简史这些书里面，他讲的会比较更加真实，然后更让人感觉到就是有说服力呢？他就是在讲一个无用阶层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你说现在的这个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它可以进一步的压低劳工的权益，然后进一步的减少劳工的福利，然后进一步的冻结你的工资的上涨？然后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原因就在哪里呢？就是人现在越来越没有价值。当你人类是无用的时候呢，你的愤怒呢就没有价值。这就是我们讲愤怒经济学里面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什么叫做无能狂怒。就一个人他在发怒的时候呢，他是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在愤怒的背后啊，就如果说现在戾气特别的重，然后愤怒的程度特别高，然后不管是美国还是韩国还是日本还是台湾，他们都有那么多戾气，然后有那么多的反中，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仇恨，然后这个那个的时候呢，就证明他们现在越来越没有能力。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马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运输工具嘛，然后呢，但是等这个汽车诞生了之后，马不就都失业了吗？然后呢，马的生活呢变得比以前更差了。那我请问你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时候马跟你提这个意见，如果马有智商啊，然后呢跟你去提意见，说什么我们要成立马的工会，你要让我们这个马有草吃，然后你会怎么觉得？然后你会觉得什么？你们扯淡！你这马和那个汽车差太远了，你就算给你工会，你也不可能竞争得过汽车，对吧？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这个马的这个诉求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无力啊。所以呢，在人的情况呢也是这样啊，就是人以前呢可以人文主义，可以资本主义2.0，可以给你高福利，可以给你民主权利，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人类是有价值的，他们有很多工作呢机器没有办法做，然后现在呢很多工作呢这机器都已经可以帮你代做了啊，所以呢人的价值越来越低啊，人这个效率还有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能力上面啊，已经是完全没有这个
完全没有价值的情况之下呢，你再去讲这个人类的这个愤怒呢，就已经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推论吧。所以呢，就这本书呢，我给他个人评价呢，就到最后呢，他还是没有能够触及到这个民主主义为什么会失效的这么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关键啊，就是人正在走向无用阶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民主所代表的民众的愤怒呢，越来越会对政治没有影响力。就你马斯克随便摁一个按钮 ，AI 就能够制造出1万人的这个产值的时候，聚集1万个人的签名对马斯克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就是所有的人类呢都面临这个无能狂怒的这个时代，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狱难度啊！你要是生在资本主义2.0的这个时代啊，那你真的日子就是爽歪歪啊！你随便去美国啊，去日本啊，哎呀，那个日子你就想想看，再往前的几年啊，人福利有了，然后在中国买房子也有了，然后呢，天天回家吹牛也有了，然后呢，哎呀，那个自由民主的白月光啊，升得多么高啊！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算吹嘘，你也吹嘘的高兴呢。你现在吹嘘是吹嘘什么？什么王伟恒那些吹嘘什么？人家这个甜甜圈给你多加一个，就这个东西呢，就讲到最后呢，就是民主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呢，如果你不戳破的话呢，它永远呢你就没办法解决嘛。所以呢，将来的整个这个科技的发展，还有包括就是政治的变化呢，主要还是从这个方向去走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愤怒的经济学》这本书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一些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吧。他那个捋的还是挺清楚的，我就跟你讲哈，就是如果说一个社会哈，它一方面呢要决定你这个社会呢这个失业率呢要低于5%，另一个呢要决定你的通胀率呢要留在这个2%前后啊，然后呢价格要稳定，然后你有这么多的限制啊，然后呢你以后还要往上加限制，然后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能叫它资本主义吗？对吧？这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嘛，连社会主义都没控的那么严格，对吧？失业率控在5%以下啊，通胀控在2%之下，然后工资呢要冻涨20年，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和资本主义有关系。所以呢，资本主义越发展，它就是越来越社会主义，你就没有办法，你还说什么打补丁，它只是不停的在把自己变成社会主义哈。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这些国家现在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叫做社会主义问题，就因为你的国家越来越社会主义了，所以你的问题越来越多。然后呢，反过来讲，中国那个叫做对吧？国家资本主义啊，然后沙特那个叫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这些国家呢，现在的问题呢，比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要少一些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这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中国是从社会主义里面觉醒的，我绝对不能再搞社会主义了。然后呢，我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然后这帮人呢，现在还不醒悟啊，然后以为自己搞出了什么多高明的什么经济学理论哈，其实就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什么东西呢都给你指标定好了，然后呢你今年死的指标是100个啊，然后呢你就不能自杀，什么东西都是指标，过了指标的话呢上面就不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哈，然后呢最后看看大家的评论，然后呢我就休息去了哈。